我们前面也讲过，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因为我们人的欲求啊，就像无底洞一样，永远都无法企及它的底线，所以吃饭只要8分饱，凡事只求8分好，凡事不求尽善尽美哦，但求8分就好了。做事使出10分的力气，只抱8分成功的期望。无上圣玄微妙法，百千万世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无为真实义。前面老子用了倒水的例子，解释做人不能太满，不可以一直绷着，一阴一阳谓之道嘛。懂得放下，才能走得更远。知道了停一停，才有时间看看身边的风景，关心身边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。人生本就短暂嘛，如白驹过隙，为何你还要加速度啊？我们来人间一趟本不容易啊，如盲龟浮木，万劫难遇。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事，眼前人吧。这就是持而盈之，不若其已给我们的启示。不光是这句话，老子还说了另外一句话，追而锐之，不可长保也。描述的是另外一种现象，但说的意思是类似的。这个追字啊，在古代有几种讲法，一种是度量，叫揣，后来演化成为揣摩。揣摩的意思是在心里面衡量，在心里面来回思考。揣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捶打的意思哦，这个时候念追，是拿锤子打铁，这个动作叫追。追而锐的意思就是说，是刀啊或者兵器类的东西啊，它本来已经很尖锐了，它尖锐了，你还不满足，还再给它捶打得更加尖锐。老子说啊，这种特别尖锐的状态啊，无法长久的保持哦。这句话说的还是一个直指的道理。孔子也说，过犹不及也，都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举一个磨柴刀的例子，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柴刀磨得足够锋利，是为了方便使用。经验告诉我们了，为了达到既省力又省时的砍柴目的，柴刀一定要被磨到足够的锋利。但是呢，柴刀也不是被磨得越锋利越好，因为刀刃在变锋利的同时，刀体也会越来越薄。这样啊，柴刀在使用过程中啊，反而会变得更容易损坏，出现崩刃、卷刃甚至折断的现象，反而不耐用了。这说明了一个怎样的问题呢？凡事都有个中间的位置，必须适可而止。实现了目标就要终止欲求，否则的话，只是为了锋利而锋利，反而降低它原有的功能。这就是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要表达的意思。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哦，很多父母都把孩子当柴刀来磨啊，期望他越锋利越好，要求孩子特别的完美，在学校里面必须考第1名，班级第1不够，还必须考到年级第1。有这样的要求，美其名曰为了孩子的将来，其实啊是为了满足家长好面子的欲望而已啊，成为和朋友交流的谈资。你看我教的孩子怎么样啊，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于孩子来说，父母的这种做法就是他们的噩梦啊。孩子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样子的，最讨厌的父母啊，莫过于自己飞不起来，就在窝里下个蛋，让下一代使劲的飞。所以不要为了满足自己所谓的面子，自己的欲望，对孩子要求这个要求那个。做好你自己，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，最大的帮助啊。我们前面也讲过，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因为我们人的欲求啊，就像无底洞一样，永远都无法企及它的底线，所以吃饭只要8分饱，凡事只求8分好，凡事不求尽善尽美哦，但求8分就好了。
做事使出10分的力气，只抱8分成功的期望。我们人生中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我们应该常想一二，不思八九，这样呢，心情就会坦然，心里就会满足，情绪就能放松，身心就会很舒畅凡事不过满，不极端，不偏执，才能以适度的方式应对世间万物。凡事留有一点余地，留有一寸心路，才会有耐力把路走得更远更好，才能进退自如，有腾挪辗转的空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一切，以宽松的生活态度对人处事，才会享受到和谐人生的乐趣。李嘉诚的书房里面一直挂这样一副对联：发上等愿，结中等缘，享下等福，择高处立，就平处坐，向阔处行。这个是他奉行一生的中庸之道，也是他长盛不衰的原因。所以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，利剑一折，物极必反。我们做人追求的是厚重，厚德才能载物做事要的是中庸，过犹不及，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，不必苛求结果，着力即差。这4个字是苏东坡一生的感悟，最后的留言，也是给我们后人最好的告诫。谢谢您，咱们下期见。